6月22号呢，英國首相斯坦默呢站在唐寧街10號的門前，聲音哽咽地宣布辭職。他說自己呢聽從了本黨議員們的建議，以體面的方式接受這個答案。不遠處抗議者大聲播放貝多芬的《歡樂頌》，諷刺意味拉滿。這位2年前呢以壓倒性的優勢入主唐寧街的工黨領袖，最終沒能逃過前任們的命運。10年7位首相，這換人的速度在近200年的英國政壇堪稱罕見。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擺在所有人的面前。到底是人不行，還是這個國家的問題本身已經無解？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我們追溯這場政治動盪的起因，要回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起點。英國經濟呢對這個金融行業有着很強的依賴性啊。這次危機呢，給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打擊。那麼在危機之後呢，由保守黨領導的這個聯合政府呢，實施了多年的這個財政緊縮政策，地方政府預算也被削減了將近1/3，成人社會護理服務人均覆蓋率下降了16%。那麼 NHS 呢，也就是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啊，它這個撥款的增長速度遠遠低於歷史的平均值和實際的需求。那麼到了這個緊縮10年結束的這個時候， NHS 呢已經積累了超過10萬個崗位空缺和100億英鎊的這個建築維護的這個欠賬。我們簡單來說啊，就是這次的緊縮所減少的不只是賬面的數字，還有國家面對下一次衝擊的這個家底兒。那麼2016年啊，脫歐公投撕開了一個口子。你看脫歐之後，英國的外交格局就被重塑啊，蘇格蘭獨立的這個問題再次升溫，國內的裂痕也越來越大，經濟損失遠超人們的預料。根據2025年的這個多項的學術研究啊，在2025年底，脫歐已經使得英國的 GDP 下降了6%到8%，投資呢減少了12%到18%，就業和生產率都下降了3%到4%。2016年公投前的經濟學家們預計啊，長期損失大約是 GDP 的4%。那現在看來，這個數字太樂觀了。脫歐呢帶來的這個貿易壁壘、長期的政策的不確定性和企業資源的錯配，對英國經濟造成的拖累正在緩慢的釋放的。那麼脫歐的傷痕呢還沒痊癒，新的衝擊又接踵而至。新冠疫情爆發之後，英國不得不大量的借貸來應對。2021年底，全球的能源價格開始上漲。2022年的俄烏衝突又使得通貨膨脹進一步的加劇，英國的物價漲幅一度就超過2位數，低收入家庭的日子最不好過。據英國國家的经濟与社会研究院呢，今年3月份發布的報告，最底层的家庭的生活水平比2024年到2025年還要低2%。那约瑟夫这个朗特里基金會的一個數據就更加令人震驚。到2025年9月為止英國平均家庭的稅後收入仍低於疫前水平，最貧困家庭的實際收入甚至回到了19年前。那分辨率基金會的這個預測呢也不樂觀，在整個的2020年的這個年代裡邊，收入較低的家庭的實際收入基本不會增長。10年之後可能會比2019年低2%。那麼截止到26年的3月，英國的公共部門的淨債務為2.91萬億英鎊，占 GDP 的93.8%，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了。那麼到了5月底呢，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了95.1%。國債的利息支出一年大約為1100億英鎊，比全國的教育部門的預算還要高。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研究，在2001年至2026年間，英國政府的淨債務占 GDP 的比例由30.4%上升到95.5%，增速僅次於波茨瓦納。那麼在所有的被觀察到的國家當中，英國是唯一一個在25年內債務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預算責任辦公室呢，把 GDP 的增長預期呢由原來的1.4%呢下調到1.1%，失業率也上升到了5.2%，為近5年來的新高。政府手裡邊可以花費的錢越來越少，而要解決的問題卻越來越多。
在這麼一個大環境下呢，斯塔默就開始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難啊。2024年這個選舉當中呢，他帶領工黨以史無前例的優勢重新執政。民眾呢對這個14年裡保守黨執政期間所造成的不滿，全部轉化為對工黨的期待。但是呢，進入到唐寧街之後呢，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NHS 的這個候診名單由原來的770萬減少到了710萬，但仍然有大約10萬人等待超過1年。那麼到了2026年5月時呢，急診室裡的走廊候診的情況每天都會發生2200多次。能源賬單仍然很高啊，國防預算的爭論也一直沒停。你看他所任命的这个驻美大使呢，又因為愛潑斯坦的醜聞而陷入到政治風波。幕僚長和通訊主管相繼辭職。魚觀調查網的民調數據顯示，2024年的9月有61%的人認為政府管理醫療系統的能力不足。那麼到了2025年的9月，只有14%的人對政府表示認可。到了2026年的1月，75%的人對斯塔默持一個負面的態度，淨好感度下降到了-57%。和特拉斯呢辭職的時候這個一樣。那麼今年5月的地方選舉就成為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工黨失去了超過1000個地方議會的席位，極右翼的改革黨呢獲得了1050個席位，並掌控了12個地方議會。那麼這是英國歷史上除了2大黨之外的第3方力量在地方選舉當中取得的最大突破。工黨呢在這個英格蘭的得票率呢第一次降到了第3。那斯塔默當時堅持不辭職啊，這個他說，頻繁的更換領導人給國家會帶來巨大的損失，這話倒沒錯，但是黨內已經坐不住了。5月14號，衛生大臣的斯特里廷公開辭職，表示對斯塔默失去信心。同一天呢，工黨議員西蒙斯主動辭去梅克菲爾德選區的席位，為前大曼徹斯特的市長伯納姆通過補選重返議會鋪路。那麼6月11號呢，國防大臣希利和武裝力量國務大臣坎斯也因為國防預算分歧而辭職。希利呢在辭職信當中直言不諱地說，目前的國防投資計劃不能應對俄烏衝突以及中東局勢所造成的安全威脅。那麼6月18號這個伯納姆呢在梅克菲爾德補選當中以超過9200票的優勢獲勝，在改革黨剛剛席捲當地一席的選區正面擊敗了對手。4天之後，斯塔默宣布辭職。那目前這個伯納姆大概率會接任。這位56歲的政治家在大曼徹斯特工作了9年，3次當選為市長，每次得票率呢都在93%以上，是工黨內部最有名望的老資格。那麼2025年的8月的這個民調裡邊呢，他已經成為了全黨最受歡迎的領導人選。斯特里廷呢已經為他背書，所以這個領導權之爭基本不會發生。政治風險機構歐亞集團預計，伯納姆會在7月18號或者19號正式就職。如果英格蘭這次能夠衝進世界杯決賽的話，那麼他就會在7月20號決賽日之前就職。但是換一個首相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了嗎？你看，從卡梅倫、梅、約翰遜、特拉斯、蘇納克，這個斯塔默是吧？6位首相的執政策略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倒在了同一個坎上，就是民眾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政府沒有有效的對策，金融危機掏空了家底兒，緊縮政策砍掉了緩衝這個脫歐抬高了貿易成本，疫情和衝突又把債務推到歷史新高。每次新首相上任都會說要變革，但面對的還是同一個捉襟見肘的資產負債表。伯納姆上任之後，債務很高，公共服務很緊張，改革黨的目光也十分長遠。下一次選舉還有3年，英國這場長達10多年的治理困境什麼時候能夠結束？目前沒有人敢給出答案。好了，感謝收看這期的協非觀察，希望各位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